9月被市场普遍押注为美联储降息的窗口。这一次降息可不仅仅是一条金融新闻，它背后其实埋着整个全球市场的命脉。但是在我们解读资产会怎么走之前，先要搞清楚一个最核心的问题：美联储为什么要降息？你可以想象，美联储就好像美国经济的司机，他手里握着一个方向盘，那就是利率。如果经济过热，物价飞涨，他就得踩刹车加息；如果经济变冷，失业率升高，他就得踩油门降息。美联储的主要使命就是两个：第一，维持物价稳定，让通胀率接近2%；第二最大化就业，让失业率维持在低位。听上去很合理，但是问题是这两个目标经常打架，因为压住了通胀就会伤害就业，保住就业又会推高通胀。所以你看鲍威尔和他的团队永远像是在走钢丝。今年以来美国的数据给了美联储一个明确的信号。一方面，通胀的确在慢慢往下走，虽然比预期的慢，但是趋势很清晰了。另外一方面失业率却悄悄在上升，特别是这几个月的新增就业砍掉了几十万人。什么意思就是美国看似强劲的就业其实没有那么强，表面繁荣底子是虚的。这就好像一个学生之前成绩单写着全优，但是后来老师说，哎呀，算错分了，其实有几门课早就不及格了。美联储一看，哟，原来就业比想象的差，那就没有理由再硬撑高利率了。还有一条就是政治与选举的暗线。2025年不是美国的选举大年，但是政策依然会被政治博弈放大解读。美联储虽然是独立的，但它的每一步操作也会被市场解读成是不是在帮谁拉票。如果降息太早，有人会说你是在帮执政党；降息太晚又可能真的拖垮了美国经济，民众会怨声载道。所以美联储必须在一个既能照顾经济又不显得政治偏向的时间点出口，而9月份就是一个恰到好处的窗口。还有一个隐藏的原因，美国财政部的钱，美国政府今年光利息支出就要1万多亿美元，比军费还高，那怎么办？降息就是最直接的减负手段，每降1%，财政部能省下几千亿美元的利息。所以你会发现美联储说是为了通胀和就业，其实背后还有财政压力、选举博弈这些看不见的隐形的推手。刚才我们讲了美联储为什么要降息，那接下来就进入大家最关心的部分了。降息之后，各大类资产会怎么走？很多人一听到降息，脑子里本能的马上反应就说资产肯定会涨呀。但是我想先和大家把基础逻辑理一理，不然很容易掉进误区。如果我们单纯从教科书的角度来推演美联储降息以后市场会出现如下的一连串的反应。首先，美股肯定会上涨，因为企业的融资成本下降了，公司借钱更便宜了，利润空间更大了，同时未来现金流的折现率降低，企业估值会被抬高。第二，美债也会上涨，因为利率下降了，意味着新债的收益率更低，存量债券更值钱，所以债券的价格理论上是要往上走的。第三，美元会贬值，因为降息等于美元的回报率下降了，海外资金可能会撤出，相对的其他的货币会升值。第四就是黄金和大宗商品会上涨，因为美元贬值推高了以美元计价的资产。同时降息往往意味着放水，需求被刺激了，大宗商品会跟着上涨。第五，美国房地产也会上涨，因为降息意味着贷款利率下降，美国人买房更轻松了，房价会走强。第六，新兴市场资产包括人民币会升值，因为美元资产的吸引力下降，资金会流入海外市场，推高新兴市场的货币和股票。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想了，既然降息这么好，那是不是只要美联储降息了，资产就一定会大涨？答案是没那么简单。理论是理论，但是现实往往会给大家当头一棒。历史上就有好几次，美联储降息之后，股市不但没涨，反而崩了，美债也不是每次都安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常？刚才我们把理论部分讲完了，降息以后，股市会涨，债券会涨，黄金会涨，美元会跌，听上去一切顺理成章。但是历史往往不会按教科书的来，很多时候市场反应恰恰相反，降息不但没有带来资产的暴涨，反而带来了崩盘。比如上个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让美国的通胀高起，美联储当时一边担心经济衰退，一边又怕油价把物价给推爆。结果它在降息和加息之间左右摇摆，反而让通胀和失业一起恶化，让美国进入了滞胀时代。这就是历史告诉我们的，政策工具有时候会失效。
1987年股市暴跌，美联储虽然快速降息，但是市场情绪已经被恐慌点燃，一天之内道琼斯指数跌了22%，这也是历史上罕见的一次降息没能够挽救股市当下的暴跌。2001年，美联储快速连续降息，本来是想救市，结果呢，互联网泡沫破裂，股市一路狂跌，纳斯达克指数2年之内跌了75%。这说明什么？说明当经济本身的问题出在盈利模式不可持续的时候，就算降息也救不了市场。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美联储一路狂降利率，从5%以上降到了接近0。但是当年的美股依然暴跌，道琼斯指数1年之内腰斩了。为什么？因为金融系统本身出了大洞，市场缺的不是利率，而是信用，所以降息呢，并不能阻止危机的爆发。2020年，美联储紧急降息到0，还开足马力印钱。这一次呢，的确带动了美股和黄金的历史性大牛市，但是代价却是通胀在2年之后全面失控，逼得美联储不得不再度大幅加息。所以你可以看到啊，降息确实短期刺激了市场，但是副作用也在迅速的积累。最新的例子更有意思了，过去2年，美联储在高位加息以后，终于在2023年底和2024年初小幅降息。结果呢，美债价格没有上涨，反而大跌，美股一度出现了降息反而下跌的股灾，市场出现了所谓的债汇双杀。美元和美债一起下跌，这就告诉我们规则变了。过去几十年，降息就意味着水漫金山，而如今呢，降息反而可能被市场解读为经济太差，美联储被迫救市，这就会引发恐慌，而不是贪婪。所以各位啊，你还会觉得降息就等于资产必涨吗？历史一次次的教训我们，有的时候降息确实是救命稻草，而有的时候呢，却是市场见顶前的信号。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从资本博弈的角度揭开这背后的逻辑。美联储到底是根据通胀和就业来降息，还是资本家早就写好了剧本？讲到这里，给大家讲个故事。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之前，评级机构穆迪还在给他打高分，几乎人人相信他大到不能倒。结果危机爆发前6天，穆迪突然把评级呢从投资级直接砍到了垃圾级，市场瞬间崩盘。谁是穆迪的大股东啊？巴菲特的基金啊。雷曼没有救下来，但是巴菲特却顺手抄底了高盛和通用电气，赚得盆满钵满。因为巴老分析，美国政府会放弃雷曼，但是会救高盛和通用。再看看最近呀，穆迪又下调了美国国债的评级，恰逢美联储降息的窗口，市场当时就有人怀疑评级和资本行为存在着利益错位。因为这评级一调啊，市场就恐慌了，散户就抛售了，美债利率就飙升了，正好让手里拿着巨额现金的大资本家用更低的价格买入。最近这几年，美国政府是债台高筑，一年光利息支出就超过了军费。降息每降1%，财政部就能省下几千亿美元。但是问题是，谁来买美债？资本家玩的都很聪明，他们只买短期美债，3个月的、半年的就能收回本金了。长期美债是没人敢接盘的，导致它的价格持续暴跌。这样呢，美国政府就被迫不断的借短还长，高息续命。谁是最大的赢家呢？当然就是手拿现金，能不断的借新还旧的大资本。所以有人说呀，美联储的利率政策看上去是为了物价和就业，实际上是为了确保美债有人买。我们再来看看数据，因为美联储常说我们是数据依赖。但是细想一下，这些数据是不是有时候也是被安排的呢？就业数据先是报高，然后再大幅下修 ，GDP 增长靠刷出口数据虚胖，通胀数字一会儿说是核心 CPI， 一会儿又说要看 PCE 了，就好像先写好了剧本，再把数据往剧情里面套。市场以为自己研究的是数据，实际上呢，只是跟着资本家的剧本杀在游走。所以各位啊，美联储降息究竟是经济需要还是资本的意志？如果真像阴谋论所说的那样，每一次评级的下调，每一次利率的调整都是资本不好的局，那普通人还怎么办呢？别急，接下来呢，我们就回到大家最关心的话题，9月份降息之后对各类资产的现实影响，我会逐一拆解美股、美债、黄金、房地产、人民币到底会怎么走。
在这里呢，我先提醒大家，不要抱着降息就等于全线大涨的幻想。历史经验已经告诉我们，理论和现实经常不一样。那接下来我们就逐类来看，首先看美股。理论上，降息会刺激企业融资，推高估值，美股应该上涨。但是现实我们得分两层，短期来看，市场情绪会被点燃，科技股、成长股会最先反应。中长期看，如果降息是因为经济真的衰退，那企业盈利跟不上的话，美股可能会先涨后跌。换句话说，降息的第一波可能是资金行情，第二波呢还是由企业盈利来决定。再来看美债，过去几十年降息等于债券价格上涨，但是这2年美债走出了反常的走势，长期美债价格持续下跌，哪怕是降息，也没有人愿意接盘，因为市场担心的是美国财政不可持续，降息反而让人担心美元贬值，美债更不值钱了。所以这一次降息呢，美债未必是最安全的资产，反而可能继续承压。再来看美元，降息等于美元利率下降，理论上应该贬值，但是这里要注意2个变量，如果全球资金避险，美国依然是最小的那个烂苹果，美元可能维持强势。如果市场更担心美国财政和赤字，那美元呢就可能会出现债汇双杀，就是美债跌，美元也跌。目前来看，美元的单边升值逻辑正在减弱。接下来呢，咱们再来看看黄金和大宗商品。黄金是最直接的受益者，美元利率下降，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下降，美元贬值，黄金作为货币替代品会走强。同时，资金一旦对美元、美债失去了信心，那黄金往往是首选的避险资产。大宗商品也是同样的道理，美元放水会推高油价、铜价等等。但是要注意，如果经济本身衰退，需求不足，那大宗商品未必会持续上涨。然后我们来看看房地产。美国房地产和中国不一样，它对利率极度敏感，降息等于贷款利率下降，等于买房成本大幅减轻。过去几年的降息周期，美国房价普遍走强，但是这次有了隐忧，如果就业持续恶化，收入下降，哪怕利率再低，买房的人也未必多。然后我们再来看看人民币和新兴市场。理论上啊，降息以后美元走弱，新兴市场货币会走强，人民币也会有升值的动力。但是历史上也有过反例，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美联储降息救了华尔街，但是泰铢、韩元、印尼盾却依旧大幅贬值，资本疯狂外逃，很多新兴市场国家被迫提高利率保汇率，让经济陷入了更深的衰退。也就是说，美联储的降息呢，并不能保证全球市场都能受益。现实中，中国和新兴市场是否能吸引资本流入，还得看自身的基本面。如果中国稳增长措施加码，人民币可能会阶段性的走强；但如果信心不足，资金可能只是短暂的流入，又很快的会流出。所以9月份的降息不是开金库让你捡钱，而是市场的一次压力测试。哪些资产真的能涨，取决于背后的基本面；哪些资产可能会反着走，取决于市场对风险的解读。说到这里，大家最想问的一个问题，应该就是那普通人该怎么办？是不是只要跟着降息去抄底就行？我当然想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千万别这么认为。为什么不能无脑抄底呢？因为降息不等于市场必涨，它可能只是说明经济在恶化。如果你盲目的跟风，把全部资金砸进了某一种资产，结果一旦走反了，很可能就会落得重伤。历史上多少投资者就是因为以为降息就是送钱，最后呢亏得连本金都保不住了。那普通人该怎么办？在这里呢，我建议大家用一个思路，就是分层对你的资产进行配置，控制你的投资节奏。首先呢，还是要建立安全底仓，把你的一部分钱放在国债逆回购、货币基金、短债类的工具里面，确保你随时能取用，这样无论市场有怎么样的波动，你都不会陷入砸锅卖铁的绝境。第二就是稳健的收益，你可以配置一部分分红型的 ETF 或者是蓝筹股的基金，降息往往能推高估值，那这类资产呢能获得相对稳健的增长。第三就是机会仓位，这里才是降息红利的舞台，比如说黄金、部分新兴市场的 ETF、美元资产。当然要记住啊，仓位一定要小，把它当成是加分项，而不是保命仓。普通人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把宏观新闻当成是短线的指令。投资不是要看谁跑得快，而是要看谁能活得久。
真正的关键，我们不要去猜美联储会不会降息，而是说要在任何的政策环境之下，你都能有一套守住自己资产底线的组合。那总结一下啊，今天呢，我们把美联储9月份的降息拆开来看。首先，我们讲过了为什么美联储要降息，因为通胀，因为就业，因为大选，因为财政压力。第二，我们讲了理论上降息以后各类资产会怎么走，股市会涨，债市会涨，黄金会涨，美元会跌。第三，我们还讲了历史上为什么常常会反着来，有好多个年份呀，降息之后资产反而会下跌。第四，我们分析了降息的背后究竟是经济的逻辑，还是资本的剧本对各类资产的现实影响，以及普通人现在到底该如何进行资产配置。所以大家看到了吧，降息不是一个是非题，而是一道问答题。这道题呢，不是在问我们美联储到底是降还是不降，而是在问我们怎样才能在利率变化当中守住自己的财富。有人把降息看成是金库大门打开，但是实际上它可能只是资本家的又一次筛选。你要做的不是马上冲进去抢资产，而是要冷静地分好层，把握住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毕竟啊，降息只是经济周期的注脚，而不是财富自由的密码。如果你觉得今天这期节目讲清楚了降息背后的逻辑，记得点赞，把它分享给你身边也在焦虑资产配置的朋友。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因为接下来呢，我会持续的把这些复杂的宏观事件拆解成普通人也听得懂、用得上的财富知识。我是苏涵，我们下期见。